摄影这个行业很乱，我曾经被一个摄影师以约私房照的名义约拍，染上了 HIV。 我叫李佑，是个业余摄影师。摄影这个行业表面上很高大上，其实门槛很低，只要你有个相机，脸皮够厚，就可以自称摄影师，反正别的摄影师也没法取消你的资格。入这行的人大致有3种，第一种是纯粹出于对摄影的热爱，第二种是为了生计，第三种是为了泡妞。我是第三种。摄影师这个头衔是自带光环效果的，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女孩。当我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的目的就只有一个：狩猎。通过约拍平台寻找合适的漂亮女孩，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精致优秀的单身摄影师，然后通过一些小手段去接近她，以恋爱的名义交往，厌倦了之后找个合适的由头脱身，屡试不爽。事实上我并非单身，有个已经订婚的未婚妻，但她对我这些行为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为了发展副业在学习摄影。尤其是最近半年，她被公司外派了，我们很少见面，我更加肆无忌惮。我一般会找没什么经验的素人模特，最好是第一次约拍的，这样的女孩心思相对单纯，成功率大大提高，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恋爱之后，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加强彼此的感情，在她爱的最热烈的时候跟她提分手。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喜好，对某一类的照片情有独钟，而我最喜欢的是抓拍别人哭的照片。在提分手的时候，我会观察他们的表情，看着他们伤心绝望，然后用相机记录下来。同样是伤心，这些女孩们的表情却各不相同，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低声啜泣，还有的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求我不要走。反应最夸张一个女孩，扬言要为了我去死。她面目狰狞，哭的五官像是变了形，脸上布满极致的痛苦，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反复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一个劲儿求我原谅她。那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我当然头也不回地走了。对于我来说，这些都只是我的作品而已，激不起我半点同情。我最后一个作品名字叫做王可可，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分手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哭，还带着某种诡异的笑。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将会彻底毁了我。故事要从一场约拍开始说起。某一天，我照常在约拍平台瞎逛，物色合适的女孩。对话框弹出一条消息：约吗？小哥哥。女孩性格活泼俏皮，点开她的主页都是一些用手机拍的美颜照，看着还不错。摄影师都有一项技能，就是根据美颜照去脑补还原出原照片，虽不能100%准确，但基本上8、9不离十。从她的美颜照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底子还是不错的，很有潜力。这种主动送上门的女孩其实不少，而且成功率更高。简单判断了一番之后，我已经锁定了这个猎物。我不动声色地给她回了一条消息：你发几张生活照过来。女孩显得很诧异，发生活照干嘛？不是约拍吗？看这反应，明显是个萌新，正符合我的预期。我配了个白眼儿，不发生活照，我怎么知道你长什么样？要怎么拍？名义上我是为了更加了解她的脸部轮廓，好方便找个最佳角度拍照，但实际上我只是为了进一步确认她是否足够漂亮，好决定要不要进行下一步。女孩比我预估的还要漂亮，瓜子脸，大眼睛，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酒窝，看着非常可爱。我第一反应是，不知道她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但这张脸看的次数多了，总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不过我马上放弃了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它加入到我作品集里了。尽管很满意，我还是在屏幕上敲下这样一行字：100分制的话，你这颜值勉强60分。这是我的惯用伎俩，先否认对方的颜值，打击一下自信，这样方便以后进行进一步洗脑。紧接着，在对方即将生气爆发时，我补充了一句：不过只要好好拍，我还是能给你拍出90分的效果来的。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这也是我狩猎的惯用伎俩。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既没有被打一巴掌的气恼，也没有吃了甜枣的欣喜。这个女孩看起来好像跟我之前遇见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女孩名叫王可可，主业是个插画师，这个职业跟她很大。她那张脸配上那双大眼睛，活脱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她问我主业是什么，我答职业富二代。她哈哈大笑，您可真能吹。当我穿着阿玛尼西装，开着一辆保时捷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瞪大了眼睛。阿玛尼和保时捷都是租的，不过在他看来，这只是坐实我富二代身份的佐证。他跟我说，我一直以为摄影师都是那种扛着长枪短炮，穿着一身冲锋衣，风里来雨里去的。我说，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艺术的创作者，我是艺术的毁灭者。后面这句话我没说出来。在见王可可之前，我特地迟到了半个小时，然后又以这种庄严郑重的样子出现在她面前。见面之后，我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今天好美。王可可听完很高兴，全然没了之前等待半小时的焦躁。她不知道的是，她已经在一点点掉入我的圈套中。整个拍摄过程很顺利，我一直指导他摆各种动作，他底子很好，拍起来很轻松，出来的照片效果都还不错。我表现得很绅士，有好几次他摆动作的幅度过大，感觉有走光的风险时，我都主动把目光挪开，并善意提醒他。所以你瞧，怎么看我都不像是一个坏人。一眼就让你看出是坏人的人，那可能是坏人，但肯定不是坏透的人。王可可很吃这一套，对我的印象非常好，全程有说有笑，很自然地跟我聊起她的生活。拍摄结束后，我提出送她回家。当她正要坐上保时捷的副驾时，发现上面放着一个很长的镜头，很随意地提起想拿开。我假装开玩笑提醒道：小心点儿，很贵的。我眼角的余光瞄见他偷偷打开手机搜了这款镜头的价格，15万，约等于她这样的普通女孩1年的收入。那颗镜头是我借来故意放在那里的，那天拍摄根本用不着，但这势必让她更加肯定了我的富二代人设。细节决定成败，这是我多次狩猎成功的经验。那次约拍之后，我跟王可可的关系急剧升温。我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好，拍照时很绅士，生活中不抽烟不喝酒，朋友圈看起来又精致，都是摄影、旅行、美景之类的东西，偶尔贴上一段颇有意味的话，恰到好处，不显做作。为了消除她的戒备，我还一直有意无意地表露出自己是第一次约拍。所有女孩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未婚妻养了一只狗，我会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跟狗的日常，头像也用的那只狗的照片。这是我从一个大神那里学来的，这样的包装会让我看起来精致而又有爱心，再加上有钱的人设，几乎没有女孩可以抗拒。大神告诉我说，这样的设定
会让我看起来透着一股孤独，好像在吸引别人去填补我生活那个空白。之前每一个女孩的反应都在告诉我，这句话确实没错。顺便说一句，我从来不发关于我未婚妻的内容，我有无数个理由跟她解释，我未婚妻可能是我遇到过最好骗的女生。约拍结束的时候，我告诉王可可，说我会帮她把照片精修好再发过去。为了把两人联系时间延长，我耍了个小心机，特地分批次给她发照片。她并不恼怒，反而很配合我，很主动地跟我聊天，说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王可可养了一只猫，很喜欢跟我聊养宠物的心得。我对我未婚妻养的那只狗并没有什么好感，只是把它当成我装扮自己的一个工具。但为了迎合王可可的口味，我还是把未婚妻跟我说的那些小贴士一字不落的粘贴复制给她。王可可很主动，比我之前接触过的任何一个女孩都要主动。我提前了我的计划，在认识的第2周就跟她提出了约私房照。我先是给她看了一些又纯又玉的私房写真，不断的给她灌输女孩子应该趁着年轻保留自己最美的一面的理念。其实是我想占有女孩们最年轻最美好的一面。为了取得女孩们的信任，我在约拍平台的约拍需求里很醒目的写着一行字：只约外景，不约私房。这纵然可以给我加印象分，也让我在第2阶段陷入困局。以往的每一个女孩在我提出想拍私房照的时候，反应都是抗拒。不过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为了消除这种抗拒，我会不断跟她沟通，加深她对我的信任，然后又不停灌输一些新潮理念，减轻她对私房照的偏见。最后我会告诉她说，作为摄影师，我是最了解你的身体的，我能给你呈现最美的一面。一般经过这些心理建设，女孩们就会慢慢放开，开始接受拍私房这件事情。但王可可不一样，王可可在我提出拍私房的时候，很直截了当地说了句：好，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我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惜当时的我太沉迷于狩猎成功的喜悦当中，完全丧失了警觉性。我怂恿每一个被骗的女孩拍私房照，不仅仅是为了窥探她们的身体。张爱玲说，通往女人心里的路经过阴道，这话没错，但放到现在这个社会却也不全对。一段走肾的性关系太容易发生了，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走心，让每个女孩义无反顾地爱上我，然后在分手时撕心裂肺地哭，成为我下一个作品。如果说前面的接近是打开心门，拍私房照就是打开他们身体的走廊。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一点点对我敞开心扉，暴露自己的身体，再一步步掉入我设好的爱情陷阱当中。一切都按我设想的在进行。王可可的身体很美，拍照时那薄如蝉翼的衣服勾勒出的曼妙曲线，几乎让我保持不住，想要提前开始第3阶段的计划。但理智还是拉住了我。我再度扮演了一次正人君子，拍照过程中显得很是绅士且专业，以获取他进一步的信任。这一次我没有拖大，拍完后我以最快的速度修完了图，并且把修好的图跟底片全部打包发给了他，当着他的面删除了我相机里的原片。按我以往的经历，女孩们看到这种场景会大大加深对我的好感，让我可以顺利进入下一阶段。王可可并不例外，她对我拍的照片很满意，并夸赞了我的绅士行为。在我删完照片的时候，她脸上露出笑容，
两个浅浅的酒窝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可当我把目光挪到他那两只大眼睛上时，却总觉得他的眼眸里透着一股捉摸不透。我仿佛从他眼神里看到了兴奋，这是这个阶段应该出现在我眼神里的东西。经历了这么多女孩，在王可可面前，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我的计划。私房照过后，我跟王可可的关系迈入了新的台阶。我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我约王可可吃饭，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场就答应了。吃饭期间，我跟她简单聊了聊拍照的事情，之后就按我计划好的开始一个人喝闷酒。见我一个人喝闷酒，她必然好奇，会打听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编了个故事，说我有个前女友，上个月因为她出轨而宣告分手，现在再度看到她和现男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我面前，因而难过得如此失态。我所筛选出来的女孩都是那种比较单纯善良的，骨子里的母性让他们本能的因为这个故事对我心生怜悯。果然，王可可开始安慰我，一个劲儿帮我骂那个并不存在的前女友。骂着骂着就陪我喝了起来。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我顺势瘫在了桌子上。其实当时远没有到我的酒量极限，我的醉酒完全是装出来的。但是我很清楚，从王可可的视角来看，那天我是个因为深情而借酒浇愁的失意者。有了之前的铺垫，他对我的同情大大增加，而深情的人设更是让他对我好感倍增。跟以往的女孩一样，面对喝醉的我，王可可没有放任不管。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在他问我家在哪儿时，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只能无奈地架着我去最近的酒店开了间房。在他安置好了我，正准备离开时，我拉住了他的手，深情款款地喊他不要走。在他转身的那一刻，我热烈地吻上了他的唇，然后他顺其自然留了下来，顺其自然跟我睡在了一起，又顺其自然跟我谈起了恋爱。一切都很顺其自然，按照我设想的那样进行。我最终如愿以偿，让王可可成了我下一个作品。跟王可可在一起之后，我几乎使出浑身解数，全方位展示我的好。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过多的应酬和社交，会花大把的时间陪她。我会放下很多事情，用来跟她培养感情。就连我的未婚妻，我也会先放在一边。游离于两个女人之间，无异于走钢丝，但我一直做得很好，游刃有余。一方面，未婚妻现在在外地，跟我联系本就不太多；另一方面，未婚妻跟我的感情已经过了热烈期，她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我们的婚礼将在半年后举行，大部分事情都是我在操办，所以对于我偶尔消失一段时间以及突如其来的所谓工作忙，他从未起疑。而跟王可可的感情中，我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动权。她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从来不会主动要求我为她花钱，甚至还会不断为我花钱。在最近的一个节日中，我给她送过一次礼物，是一个 LV 的包包，假的。她马上就送了我一只等价的手表，真货。她很大方地把那个假包拎在手上，从未怀疑过分毫。在这个阶段，她应该很想获得我的认可，以求进入到我的生活。我看得出来，王可可应该是一个很好掌控的女孩。我一直以为我隐藏得足够好，王可可不可能知道我未婚妻的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培养，王可可对我已经很依赖，基本上到了一天不见面就焦躁不安的地步。直到有一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娶我？”
以往的每一个女孩几乎都会问这句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我知道时机成熟了，她已经彻底爱上了我。我没有回答王可可的问题，而是温柔地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跟她提了分手。我当着她的面删除了她所有联系方式，杀人诛心。以往的每个女孩在这个时候都会很错愕，接着开始哭泣，有的是嚎啕大哭，有的是低声啜泣，还有的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求我不要走。我的手不经意地摸向相机，准备记录着让我振奋的一刻。可是王可可没有哭，而是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她只给我回了一个字：好，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简单的一个好字让我不寒而栗。我叫王可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模特。从我在约拍平台注册账号开始，我要找的摄影师就只有一个，李佑。我是故意接近他的，在此之前，除了他的名字和摄影师身份，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知道要找到他并不难，没有费太多周折，我就在约拍平台的同城社区里找到了李佑发布的帖子。他的帖子很有辨识度，会在最醒目的地方写上只约外景，不约私房，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此地无银300两的标语。但我知道这句标语骗了不少人。其实我一开始就看穿了他的套路，可还是把自己假装成被骗的女孩之一，一步步配合他演出，一点点掉入他自以为高明的圈套当中。我积极配合他约拍、闲聊、约私房、吃饭喝酒，顺其自然睡到了一起，成了恋人。我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去跟他上床的，想要把恶贯满盈之人推倒，难免要用善良去陪葬。但我没想到的是，他格外喜欢我的脚，喜欢玩一些另类的东西。因此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们其实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性关系，这让我减少了极大的风险。我长长舒了一口气，还好我不用陪葬。此外，李佑有怪癖，喜欢拍床照，我也一直配合他。他可能以为这些照片将来可以成为要挟我的把柄，但其实这将会成为毁灭他的致命武器。他有个未婚妻，他一直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但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所以严格来说，我们算不上恋人。他知道我们不是恋人，我知道我们不是恋人。问题在于他不知道我知道，所以一直到最后分手，他都以为我对一切一无所知。可在那一刻，我实在掩饰不住兴奋啊，露出了一个满是兴奋的笑。他不知道，我走的时候带走了他电脑里所有的照片备份，我要彻底毁了他。跟李佑分手后，我找到了他的未婚妻，她是个典型的都市白领，刚外派回来，一副努力干练的样子，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很纳闷，这样的女孩是怎么跟李佑这样的渣男走到一起的。她告诉我说，他们大学时候就在一起了，谈了好些年了，难怪。我跟她说，李佑配不上你。她不解。我从包里掏出来一叠照片，照片大多是李佑跟之前的女孩们拍的床照，女孩们脸部都打了马赛克，但我跟李佑那张没打。照片中的我小鸟依人，李佑低俗又猥琐。他看完只是冷冷地说道，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嚣张的小三。我注意到他本来冷静的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告诉他，我不是小三，
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像我这样的受害者还有很多个。他的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他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接受这件事情，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倒向李佑的对立面。我跟他说了李佑利用摄影师身份约屁的事情，精确到什么时间点，他出现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他简单回想了一下，就发现我说的没有半句虚言。在他减轻了对我的敌意之后，我跟他说起了一个故事。在此之前，我特地调查过他，我知道他骨子里是善良的。听完这个故事，必然会有所动容。这个故事也是我做这一切的动因所在。他听完以后，眼角流着泪，狠狠地骂了句渣男。然而当我提出要他帮忙时，他还是犹豫了。这很正常，对他来说，我毕竟是外人，而他跟李佑有好几年的感情基础在里面。我没有继续劝他，只是颤抖着从包里掏出2张检验报告。我感染了 HIV， 李佑传染给我的，你也去验一验吧。一张是李佑的，一张是我的，我没有必要骗你。说完，我起身离开。他很震惊，转身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浑身颤抖着，突然伏在桌子上嚎啕大哭。李佑的那张验血报告是我偷偷抽他的血做的，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我准备留到最后，给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当李佑未婚妻主动联系上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终于下了决心。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好，我帮你。我只求了他3件事情。第一是不要把 HIV 的事情告诉李佑。第二是任何情况下不要再给李佑经济援助。第三是不要那么早跟李佑退婚。他答应了。还在约拍平台寻找新的女孩的李佑并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李佑的下一个目标叫小颖，我的好闺蜜之一。他们的相遇当然不是偶然，但李佑以为是。小颖跟李佑认识之后，基本上跟我的接触流程大同小异。通过约拍相识，李佑通过租来的保时捷之类的东西塑造有钱人设。约拍过后，李佑多次撩拨，在恰当的时机提出约私房照。小颖半推半就的同意，之后在小颖租的房子里拍照。那套房子是小颖为了接近李佑特地租的，在老城区。房子楼下有一片洼地，下连续暴雨的时候，积水可以达到1米多。约拍的时间是小颖选的，我们提前看了天气预报，第2天开始连续1周的特大暴雨。而小颖跟李佑约拍的那天晴空万里，所以李佑对于积水的事情不仅毫不知情，或许想都没想过。那天在小颖的有意引导下，李佑将那辆租来的保时捷停在了洼地最低的地方，车子副驾上依旧放着他那颗借来的昂贵显白镜头。李佑刚按下第1个快门，一群小混混破门而入，场面顿时乱作一团。为首的自称是小颖男友，上来就对着李佑一顿拳打脚踢，李佑吓得落荒而逃。这些人都是我跟小颖请来吓唬李佑的，他被人打了几拳之后早跑得无影无踪了，哪还顾得上什么车子。接下来的几天里，这群小混混一直蹲守在小区附近，以防止李佑再次回来。李佑当时还不知道停车位积水的事情，如果知道，估计他拼了命也会回去把车开走。接下来的几天全是暴雨天气，大雨哗啦啦下了1个星期，把李佑的那辆保时捷淹的只看得见1个车顶，基本上就算修好也是要下血本了。小混混撤走以后，李佑再次来到停车的地方，当场瘫倒在地上。
李佑怎么跟租车行沟通的，我不知道。总之，车泡水事件之后，他欠了车行一屁股债。果不其然，他开始以各种由头跟未婚妻要钱。可让他感到挫败的是，不管他怎么软磨硬泡，未婚妻只有2个字：没钱。他未婚妻把事儿做得比我想的更绝。他悄悄跟李佑家里所有亲戚说，李佑在外面赌博，但是事情他可以处理，只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给李佑借钱。这样一来，李佑不仅跟未婚妻要不到钱，跟他爸妈、未婚妻爸妈以及身边所有的亲朋都借不到钱。而另一边，车行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1周内把赔偿款还上，就要起诉他。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单位领导交给了他一个100万的项目，交付周期1年。接下来具体怎么操作，不用说，李佑清楚得很。但这个事情还没到爆发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放一放。第2周，李佑的单位里的很多人都收到了同一封匿名信，当然实际写信者是我和小影。信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李佑如何假借摄影师的名义猎艳，怎么一步步把每个女孩带入他的陷阱。附件中还不乏一些大尺度照片。一时间热议沸腾，大家都开始对李佑指指点点。但紧接着，下午的事件才正式将事情推向了高潮。下午，由我跟小影带领的受害者团体，加上小影喊来助阵的兄弟，大约有10几个人，直接在他们公司外面拉起了横幅，还把李佑的渣男聊天记录打印成巨幅照片举着。有人拿着大喇叭在外头循环播放，痛斥李佑的渣男行径，公布他出轨骗批的事情。单位无奈报了警，在警察来之前，大家却都一哄而散。但这波操作留下的后劲儿却足足的，单位里一下子炸开了锅。这下所有人都知道李佑在外面骗炮的事情，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八卦感。光是一个下午，他就被不同的领导叫过去谈话好几次。李佑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几乎在单位里再没有立足之地。当李佑在跟单位里的同事和领导劳心劳力的给自己洗白时，我给他未婚妻发了条消息，可以退婚了。李佑下班后以为自己终于得以喘息，殊不知一场更大的风暴在等着他。李佑一推开家门，迎接他的是好几双恶狠狠的眼睛。来宾阵容很强大，他爸妈，他未婚妻一家，显然是一个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场面。李佑到家时，未婚妻正坐在沙发上哭诉，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婚都定了，他居然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还干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现在单位里都传遍了，咱们一家人脸往哪儿搁？那些被骗的女孩都挨个找上门跟我要说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叔叔阿姨，你们要给我做主啊！未婚妻的哭诉不仅仅是表演，多少都带了些真情流露的成分在里面的。李佑让他有多失望，我能理解。如果说在外骗拼只是花心的话，那我跟他说的那个故事就可以让他很笃定，这样的李佑就是坏，就是丧尽天良的坏。他跟我说，从我告诉他真相的那一刻，他就对李佑彻底失望了。接下来的时间里，都是让一个人渣得到他应有的报应而已。未婚妻的哭诉很快就有了成效，李佑爸妈气得不行，阴沉的脸似乎恨不得分分钟把李佑撕碎。他妈妈气得差点晕倒在沙发上，他爸激动不已，当场就甩给他3个巴掌，然后一个劲儿跟他未婚妻一家道歉，对不起，是我们教子无方，
这个畜生，我一定好好收拾他，我一定好好调教，给你们家一个说法。未婚妻哭完了，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不用了，退婚吧。啪啪啪，李佑脸上又多了3个巴掌。这还没完，李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单位，却收到解聘通知。之后他收到一张法院传票，李佑因为私自挪用单位公款，数额高达100万，已被公司起诉。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巨额债务和牢狱之灾。巨额债务，工作丢失，爱情和生活彻底破碎，以及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这一切都是李佑应得的。按理说，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渣男来说已经够了，可是于我而言，这远远不够。我要彻底毁了他。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一个女孩。李佑，你还记得琪琪吗？他当然记得，因为那是他撩的众多女孩中最得意的作品。被李佑引入爱情陷阱，最后又被抛弃的女孩们，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低声啜泣，还有的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求他不要走。反应最夸张一个女孩扬言要为了他去死，她面目狰狞，哭的五官像是变了形，脸上布满极致的痛苦，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反复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一个劲儿求李佑原谅他。李佑不为所动，拍下照片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之后那个女孩从他们住过的那个房子顶楼跳了下去。琪琪是我最好的闺蜜的名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吃过同一碗饭，穿过同一件衣服，上学期间形影不离。由于家庭的原因，她从小敏感脆弱而又自卑，极度渴望安全感。过去的20多年，尽管过得坎坷，但一直都平平安安地走了过来。直到几个月前，突然从传来了他自杀的噩耗。那时我只知道他谈了段恋爱，想等稳定一些再告诉其他人，其他的我一无所知。整理他的遗物时，我看到了一个名字，李佑。业余摄影师李佑，琪琪的噩梦根源所在。为了接近李佑，我假装成素人模特，假意被他俘获，顺着他的套路一点点走下去，跟他约拍、约私房、吃饭、上床，做他的女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弄明白跟李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琪琪走向了绝路。李佑远比我们之前描述的更变态。琪琪是个自卑又敏感的姑娘，跟李佑在一起之后，特别害怕失去他，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许是看出来琪琪的软弱，李佑使用了一套跟其他女孩完全不同的调教方式对待琪琪。正如他对待我那样，从刚见面开始，他就打击琪琪的自信心，让他一步步陷入自我怀疑中。等在一起之后，他更是疯狂 PUA 琪琪，天天在他耳边洗脑，让他承认自己是无用的人。在李佑电脑的文件中，我找到了一些跟琪琪相关的视频。李佑逼着琪琪玩 SM， 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李佑逼着琪琪承认自己是垃圾。来，琪琪，跟着我一起说，琪琪，你就是个没用的垃圾。李佑逼着他删掉自己的微信好友，跟所有人保持距离。李佑喜怒无常，对琪琪更是动辄打骂，让他原本脆弱的内心世界彻底崩塌。终于在琪琪彻底臣服之后，李佑跟他提出了分手。琪琪接受不了，抱着他的腿喊他不要走，扬言要为了他去死。在李佑毅然决然的离开之后，他爬上了天台，纵身跳了下去，当场死亡。
死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张验血报告单，上面显示 HIV 阳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李佑有艾滋，我用了些特殊手法弄晕了他，偷偷抽了他的血做了化验，证实了他的病情。所以我说，跟他上床，我需要做好赴死的准备。但好在他的特殊癖好让我不必承担这样沉重的风险。我承认，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有赌的成分，但为了琪琪，我不得不这么做。好在我没赌输，而且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并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事情。我给李佑前未婚妻的那2张化验单，关于李佑的那一张是真的，我的那张是假的。我没有被感染，幸运的是，他未婚妻也没有感染。在调查李佑狩猎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李佑感染的根源就在于琪琪之前的那个女孩，而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这半年内，他未婚妻一直在外派，回来之后又第一时间被我找上，所以李佑染病以后，他们没有亲密接触过。我猜测，这也许也是他最后下定决心彻底放弃李佑的原因之一吧。李佑在收到法院传票以后，当场崩溃，冲上了天台。我紧随其后。我心知李佑是个怂包，他没胆量跳下去，我需要帮他一把。果然，在上面吹了一会儿风之后，李佑就冷静了一些，坐那儿抽烟不说话。见我上来，他觉得很诧异，但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李佑，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一手促成的，对不对？我点了点头。李佑，我早该知道你走之前那个笑不是什么好征兆。我冲他笑了笑。李佑，为什么？李佑，你还记得琪琪吗？你还记得那个被你感染艾滋、被你害死的琪琪吗？李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完了关于琪琪的一切之后，我恶狠狠地朝李佑吼道：因为你罪有应得。李佑没有丝毫悔过之意，转过来威胁我说：你别忘了，我手里还有你的裸照，我照样可以毁了你。你留下的那些裸照，我早就作为证据交给了公安局，此时应该有不少受害者排队在那边做笔录，等着给你定罪。他垂下头，再也笑不出来。看着他打完最后一张牌，却依旧无可奈何的样子，真 TM 爽里又继续沉默着犹豫着。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我猜测无非就是生与死的问题罢了。我可以帮他一把。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化验单递到他面前，他问我这是什么。我微微一笑，惊喜。他接过打开，脸色顿时大变，写满了绝望。我能想象出来，当初琪琪拿着自己的化验单时，应该也是这种绝望吧。看完化验单后，李佑停顿了半分钟，接着突然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朝着楼顶边缘奔跑过去，一跃而下。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李佑的死法跟琪琪别无二致。爬上天台，纵身跳下去，当场死亡。死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张验血报告单，上面显示 AIIV 阳性。我在天台上朝着急速下坠的李佑喃喃道：琪琪，你可以安息了。